这个男人神色慌张，发疯似的跑进院子，疯狂地敲着门，呼喊着里面的人，可门被紧紧锁住。窗户里的人冷漠地推开他，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没来得及关门的人，对方也一把把他推倒在地。兽爷只能抓狂怒吼。晚上，兽爷来到之前发现的秘密基地，想要从这里找到这个村庄的秘密。没想到这时，一把镰刀从他脖子慢慢伸出。惊恐的老人，恐惧的女孩，被杀的警官，暴力的怪物，消失的脸庞，被关押的小孩和残酷的人类。祭祀仪式，这个充满秘密的村庄，每个人都背负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兽爷被刀后，这个名为大雾的警官带着他的一家人来接手兽爷生前的工作。村民们提前就在村口准备了欢迎仪式，热情地迎接他们的到来。晚上，妻子有希整理房间时，发现一箱遗留的物品。大武拿出里面的笔记本，居然是上任警官兽爷的名字。有希对兽爷的突然离职表示非常疑惑。大武说道：“兽爷突然离职是赌博借高利贷，因此欠下大量债务，迫不得已才辞职。但奇怪的是，他辞职后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大武正整理仪表，突然一堆村民闯了进来，说要带大武参观村庄。村民非常热情，又送蔬菜又送水果，还带他参观了木业工厂。这里设备完善，木材也非常的优质。村民还告诉大武，木材中有种特殊的木油，用来杀菌消毒，效果很好。就在众人疑惑之际，一位陌生男子突然闯了进来，他告诉了大武自己在山间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大武不敢怠慢，立马前往了现场，却发现这里已经被猎人团团围住。男人告诉了大武，死者名叫后藤云，是后藤家的家主，也是自己的奶奶。3天前他从簇众离开后便不见了踪影。根据老人身上的伤口，猎人们一致认为是狗熊作怪。可经过大武的勘察，却发现老人残缺的手臂上竟有一排清晰的咬洞。男人随即解释，奶奶患有老人痴呆，可能是自己咬的。但大武却不这样认为，毕竟正常人根本不可能咬到自己的手臂外侧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场谋杀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立马坐不住，纷纷端起猎枪对准了大武，认为他是在侮辱后藤家的族人。大武本想反抗，可看到对方人多势众，他也只好选择暂时认怂，将此事当作了狗熊袭击事件处理。后藤家的族人见状，立马笑出了声，表示这一切都是玩笑，他们只是想和大武好好相处。随后，男人又找到了大武，邀请他参加晚上的动员大会。可就当大武准备出发时，却发现自己的单车被戳爆了车胎，并且他还收到了高层的电话，让他暂时不要去招惹后藤家的族人。大武没有多想，徒步来到了动员大会的酒馆。后藤家的人见他孤身一人，便询问起了妻女的去向。大武随便找了个借口准备搪塞过去，可没想到谎言竟被男人瞬间识破，并告诉了大武，在这个小村庄内，大家都对彼此的事一清二楚。就在大武和众人把酒言欢之际，妻子又稀缺在家中的墙壁上发现了快逃2字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就发现女儿真白不见了踪影。有希连忙冲了出去，开始满村子的寻找女儿。而真白这边跟随一只小猫来到了村子的后山，在一座破旧的独木桥上，他却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面。与此同时，那个怪人也发现了真白，顺势爬上了独木桥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怪人来到了真白身前。真白不慌不忙，掏出了自己的水果糖递给了怪人。怪人没有拒绝，接过真白礼物的同时，他也从嘴中掏出了一个东西，将它送给了真白。纽西这边通过真白掉落的玩具，成功来到了独木桥。看见女儿的那一刻，他立马冲了过去，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桥底的怪人尽收眼底。到了深夜，微醺的大武回到了家中，却发现妻子躺在了地上。他连忙上前查看，好在妻子只是过度劳累，并无大碍。紧接着，大武来到了女儿真白的房间，在看到父亲的那一刻，真白立马拿出了自己的水果糖，将它递给了大武。可当大武将其打开时，却差点叫出了声。没错，那个神秘怪人送给真白的礼物正是一只残缺的手指。为了不让妻子担心，大武向他隐瞒了此事。到了第2天，村民们齐聚一堂，准备上山猎杀狗熊。我们也终于得知了长发男的真实身份，便是村长的儿子后藤会计。人们分头行动，是要找到狗熊，为老夫人复仇。不巧的是，狗熊出现在了大武这边，不是猎人出身的他，面对突然袭来的狗熊，立马就慌了神。下一秒，他就被狗熊扑倒在地。大武还想反抗，却被对方咬伤了手臂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后藤家的猎人及时出手，成功救下了大武。解决掉狗熊后，众人剖开了他的内脏，从中找到了老妇人的眼睛，也渐渐地证实了猎人们的猜想。大武也进行了拍照记录，可以起身，却发现众人竟围着狗熊祈祷了起来。但这还不算晚，下一秒他们就拿出匕首，割下狗熊的肉块，径直放进了嘴中。
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大雾直接头皮发麻。可不曾想，慧杰竟拿着一块生肉找到了。他表示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，只要吃下狗熊的肉，老妇人就会化为他们的血肉，继续生活在他们的体内。这也是他们为老人送行的最好方式。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大雾还是将肉块送进了嘴中。表面上他十分享受，可背地里他却直接将肉块吐了出去。到了晚上，大雾躺在妻子的怀中，准备好好休息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却接到了法医的电话。原来大雾将那根手指送去了检验。法医也通过对比得出了结论，那根手指并不属于老妇人。大雾听后立马陷入了沉默。与此同时，那座古老的独木桥上，神秘的怪人再次现身，手中还把玩着真白送给自己的水果糖。与此同时，后藤家的人为老太太举办了葬礼，按照他们的棋子，15个人必须用白布盖住头。可走到一半，他们突然停了下来。原来慧界发现15人的队伍竟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人，众人纷纷摘下白布。只剩一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慧界刚想上前查看情况，对方见状撒腿就跑，可很快他便被猎人们抓住，带到了慧界身前，摘下头套，发现竟是寿爷的女儿小景。面对小景的突然来访，后藤家的人显得很不耐烦。危急时刻，大雾及时赶到，让众人放下了警惕。小景抓住机会，直接踹翻了老太太的棺材，却发现里面竟是空的。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后，小景彻底绷不住了。面对这样的无语，后藤家的人气急败坏，说着就要对小景动手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突然冲出一个壮汉，直接将众人撞得人仰马翻。紧接着，他抓住长发男的头发，直接给他换了个发型。小景被眼前的高大怪人吓坏了，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眼看对方就要朝他动手，慧剑等人极力阻拦，也为大雾两人的逃跑争取了时间。此事过后，大雾决定将小景送到车站，一路上两人开始闲聊。小景也告诉了大雾，后藤家的吊唁方式是食葬，吃下遗体后，使其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以此继承死者的精神与灵魂。自从他父亲寿影失踪后，他便开始调查食葬，并且小景确信父亲的失踪一定与后藤家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因为他清楚自己父亲从不赌博，也不存在欠下巨额债务，这一切都是后藤家搞的鬼。很快，两人就来到了车站，简单告别后，小景便离开了这里。现在只剩下大雾孤身一人。他来到了村里的禁地，也就是后藤家的领地。趁没人注意，他打开了铁栅栏，准备进去好好调查一番。可没走多远，一棵大树竟直接倒了下来。后藤家的木工询问大雾来此地的意图，大雾也毫不掩饰，直言是为了调查寿爷失踪的事。对方见状，直接拿出手机给大雾看了一段视频。视频中近乎癫狂的寿爷警官在后藤家的老宅大闹一场。当时他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，被人说成疯子也理所当然，但仅凭这一点根本无法改变大雾。车被树干拦住，他就准备用走了，可不料木工直接拉响了电锯。另一位同伙也拿出了猎枪，但好在木工并无恶意，只是提醒大雾寿爷才是真正的疯子。说完就切断了拦路的树干。待到大雾离开之后，后藤家的两人便开始商讨对策。与此同时，正在祭拜奶奶的慧界等人也收到了消息，得知了大雾前往老宅的是慧界。本想从长计议，可长发男却不这么认为，不顾慧界的阻拦，带着几人便冲了回去。大雾这边也顺利来到了后藤家的老宅，可情况却和寿野一模一样。村民们只是躲在屋内，拿出摄像机记录一切。还没等大雾找到突破口，长发男等人就赶到了这里。面对警察，长发男丝毫不带怕，拿出猎枪开始威胁大雾，直言他要是再不离开，自己便会开枪射击。大雾一听，更加确定了这里肯定和寿野的失踪有关，不顾长发男的威胁，决定将此事调查清楚。长发男见状，直接端起了猎枪。虽说大雾凭借自己的身手成功躲过了一劫，但后藤家的人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。起身的长发男更是嚣张至极，径直来到大雾身前，用自己嘴堵住了枪口。随后他告诉了大雾，自己知道他的过往，也知道他为何被贬到这个小村庄，因为大雾曾经杀过人。此话一出，大雾立马发起了反击。面对后藤家的几人，大雾丝毫不惧，选择了逐个击破。在他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对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就算他们抓住机会将大雾按倒在路边，也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解决完重任后，大雾便准备将他们带回警局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后藤家的人却突然开口。与此同时，在大雾的家中，会见一行人手持猎枪围住了有希和真的法医。也有了新的结果，他给大雾打去了电话，却一直无人接听，他只好选择给大雾留言。经过他们仔细对比，
发现那根手指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消失的兽爷警官。大雾这边正准备押送几人返回警局，却被后藤家的老人拦住了去路。他们告诉了大雾，后藤家的事有人会处理，不需要警察的借口。大雾很不耐烦，因为他根本不清楚那人到底是谁。就在这时，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，老人也顺势指向了他的身后。被怪人击晕的大雾从病床上醒了过来，从妻子口中得知是消防队的人在河边发现了他，并将他及时送到了医院。大雾缓缓起身，却发现脑袋剧痛无比，他瞬间便想起了袭击自己的怪人。与此同时，惠介也带着后藤家的人来到了医院。大雾连忙询问妻女是否受到伤害，可妻子却表示惠介只是带人来保护他们，并无恶意。紧接着，惠介一行人代表后藤家向大雾道了歉，还派出了一个猥琐的男人。男人自称袭击大雾的是自己的哥哥，现在已经被警方缉拿归案。可大雾却不这样想，直接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怪人的特征。他是一个身材极其高大的长头发老头，身体散发的臭味就像一头野兽。后藤家的人一听，纷纷露出了不屑的笑容，转身就准备离开此地。临走时，惠介告诉了大雾，还有几人没去投案自首，让他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待到后藤家的人走后，大雾不顾妻子的阻拦，直接拔掉了输液管，准备将他们送去警察署，而自己则开始继续调查后藤家的秘密。离开之际，大雾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踪影，从消防员口中得知，在他被找到时，身上似乎就没有手机。大雾没有多想，带着妻女回到了住所，却在警局门口见到了兽野的女儿小姐。看见大雾头上的绷带，小景十分自责，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。在得知大雾还准备继续调查后，小景拿出了父亲的通话记录。大雾仔细一看，发现其中的一个号码十分诡异，那是兽野警官消失前的最后一通电话。小景之前也有试着打过，但却并没有人接听。他想大雾利用警察之便，好好调查一下号码的主人。临走前，小景告诉了大雾，虽然后藤家的人都失去了理智，但惠介绝对是正常的。那个小景一走，妻子就找上了大雾，质问他为何还要继续调查。兽野警官不见了踪影，大雾也差点丢掉了性命。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失去自己的家人。眼见妻子如此担心，大雾直接告诉了他关于那根断手指的事。妻子一听，瞬间冷静了下来。为了女儿的安全，他选择了妥协，一家三口就这样离开了贡花村。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那位怪人尽收眼底。很快，他们便来到了警察署。大雾立马找到了署长，向他汇报了此次事件的经过，并表示自己是为了调查兽野警官的事，才去到了后藤家的老宅，却遭到了对方单方面的攻击。此话一出，署长立马陷入了沉默。毕竟说出这话的，曾是让所有罪犯都闻风丧胆的暴力警官。他再次劝诫大雾，让他不要去招惹后藤家，因为他就是贡花村的。他深知后藤家是个怎样的家族。紧接着，他又告诉了大雾，有伤在身的他不能再继续参与调查，让大雾好好养伤，陪家人。话音刚落，一位警员就找到了大雾，表示法医打来的电话，想和大雾商讨什么。大雾一听，立马和警员赶过去。只剩下署长一人盯着贡花村的方向，久久不能释怀。接过电话的大雾得知法医有了新的发现，并邀请他到医院当面交谈。可不曾想，这一切竟是后藤家的圈套。原来长发男几人早就找到了大雾的手机，并得知了法医在帮他调查那根断掉的手指。于是他们绑架了法医，让他打出了这通电话。尽管法医按他们的要求顺利地完成了任务，但长发男还是不愿就此放过对方。只见他握住法医的手指，硬生生给他掰弯了过去。大雾这边也在警员的陪同下，准备前往医院。可不料长发男突然出现，对着两人就是一枪。下一秒，旁边的车辆已开始撞击两人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还没等两人想好对策，一辆失控的汽车就从身后飞了过来。虽然两人并无大碍，但长发男等人已经在慢慢逼近警车。大雾让警官立马呼叫支援，自己则拿出手枪躲在了车门之后。只见他调整好呼吸，瞬间将一位后藤家的人击倒在地。利用车门的间隙，他再次开枪击中了另一人的腿，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现在只剩下了长发男一人。他还想模仿大雾，却不料大雾早就返回了车上，用手按住油门，径直朝他撞了过来。趁长发男起身的功夫，大雾抓住机会踢飞了他的猎枪，紧接着对着长发男就是一顿军体拳伺候。发泄完情绪后，大雾掏出了手枪，对准了长发男的脑袋。可长发男根本不慌，直言要是杀了自己，他就永远找不到兽爷了。因为为了保护后藤家，他可以连命都不要，更不用说杀掉已经威胁到他们的兽爷了。在这一点上，他认为自己和大雾十分相像。大雾一听，立马陷入了回忆。在他来到贡花村之前，就是当地有名的警察，每次行动他都会对罪犯拳打脚踢，就连女儿也会在小作文上控诉自己的暴力行为。
这天，大雾和女儿玩得正起兴，却发现一个古怪的男人正在盯着他。大雾立马追了出去，原来男人是个猥亵变态，专挑落单的小女孩下手。大雾询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是不是来找自己的女儿？可男人却表示现在是自己的缓刑期，他是来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。大雾向他发出了警告，要是再发现他出现在自己的女儿，自己便会杀了他。一脚踢飞男人后，大雾便潇洒离去。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年幼的女儿尽收眼底。很快警局再次接到了报案，表示变态男又有了新的目标，于是警方开始在他的住所附近蹲点。闲暇之余，同事和大雾聊了起来，也得知了变态男不对大雾女儿下手的真正原因。就在这时，两人收到了同事的信息，得知了一位小女孩已经进入了变态男的房间。大雾不顾同事的阻拦，立马冲了出去，来到变态男的屋外。他不断拍击着房门，却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。大雾顿感不妙，脱下外套包住拳头，直接砸碎了身前的玻璃。看到女儿的那一刻，大雾立马坐不住，冲进去对着变态男就是一顿暴揍。眼看对方就要被大雾活活打死，洪氏立马将他拉到了一旁。女儿也来到变态男生前，祈求父亲不要再殴打男人。虽然他知道男人做过不好的事，但要是再没人对他温柔一点，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奇怪。这一次是他主动来到了这里，想和他好好的。特别警员立马赶到，准备将小女孩带离此地。可不曾想，变态男突然起身，拿刀袭击了警员，并抢过了大雾的女孩。看到这，我只想说自作孽不可活。大雾也拿出了手枪，对准了变态男。只见变态男看着眼前的小女孩，说着极其恶心的话，手中的刀子也来到了女孩的颈部。大雾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当着女儿的面，大雾击毙了变态男。可当他跑过去抱过女儿后，女儿却说出了一句奇怪的话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大批警察赶到，带走了后藤家一行人。长发男在上车之前，对着大雾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。根据长发男的供词，警方在山上找到了狩野警官的遗体，也为此案圆满地画上了句号。可大雾却不这样认为，毕竟袭击自己的那个神秘怪人还没浮出水面。警长得知后，也再次警告了他，让他不要和后藤家扯上任何关系。话音刚落，惠介就带着族人赶到了现场。只见他们围在狩野警官的遗体附近，双手合十为他进行了祷告，这让大雾十分不解。可惠介却告诉了他，后藤家不是每个人都和长发男一个德行。做完这些，惠介等人也离开了此地。大雾则给狩野警官的女儿小景打去了电话，告知了他父亲身亡的消息。随后警长找到了大雾，想要将他调离贡花村，去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。可女儿真白的病情好不容易在慢慢恢复，大雾怎会放弃拯救自己的机会？于是他拒绝了吊唁，带着妻女回到了贡花村。作为破案的关键人物，村民们大摆宴席招待了他们。佐武先生也借着酒劲，宣布了大雾一家正式成为了贡花村的一员。本以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可回到家后，大雾正准备与妻子亲热，却发现屋外有人在偷窥。大雾连忙穿好衣服追了出去，看见了后藤家小矮子的身影。但这还没完，他一转头，家里的墙壁上赫然写着"杀人犯"3个大字。为了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大雾独自来到了木材厂，找到了小矮子。可现在的他已经变得鼻青脸肿，并且他告诉了大雾，自己只是偷看了一下，并没有在墙上进行涂鸦。与此同时，佐武先生也来到了大雾的家中，热情地帮他清理了围墙上的涂鸦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村民们仿佛特别照顾大雾一家，不管是谁都会密切地关注着他们，甚至连女儿真白也没有落下。而佐武先生则更加可怕，直接开始监听几人的对话。大雾回到家后，开始在院子里修建围栏。佐武先生立马赶到，劝说他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贡花村是个小村，修建围栏这种行为会被村民们视为不信任。大雾感到十分不耐烦，就简单抱怨了一句。可没想到佐武先生听到后立马变脸。第二天，大雾照常在村子里巡逻，但村民们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。老人会在他路过后说小话，村民们也不再主动向他打招呼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大雾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佐武先生告诉了村民，自己遭到了大雾的报复，被他暴打了一顿，这让大雾瞬间摸不着头脑。到了晚上，佐武先生主动来到了警察署，为了能在贡花村安稳的生活，大雾选择了隐忍，向佐武先生道了歉。佐武先生也向他发出了邀请，想让他参加贡花村1年1度的祭祀典礼。本以为生活会恢复原样，可不曾想，大雾竟收到了一个卫星电话，对方声称是之前联系狩野警官的人，想和大雾当面聊聊。根据对方发送的地址，大雾来到了一栋废弃的大楼，在这里，他终于见到了那个神秘男子。男人告诉了大雾，对于贡花村而言，自己是不被允许存在的人类。说着，他摘掉了面具，露出了那被人啃食过的脸庞。他告诉了大雾，18年前自己被贡花村的人当做了祭品，
伴随着诡异的歌声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，疯狂啃食着自己的脸庞。待到他缓过神来，已经躺在了母亲的怀抱中。母子俩就此离开了贡花村，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。可随着男人渐渐长大，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。于是他开始猜测，在贡花村是不是有人在刻意制造没有户口的人？因为这样，他们便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对方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联系了兽野警官，想要和他调查此事，可不曾想，兽野警官竟遭遇了不测，调查也就此告一段落。但现在正值祭典之际，也许在贡花村的某个地方，可能还存在着和他一样没有户口的小孩，正等待着被啃食的命运。说完这些，男人便离开了此地，而大雾则返回了排练现场。村民们一看到大雾，立马变得严肃了起来，开始质问他到底去了哪里，并让他说出昨天到底是在和谁通电话。就在双方对峙之际，一个白衣男子及时出现，替大雾说了2句好话，迫使村民停止了询问。男子名叫神山宗纪，是村里神官的继承人。这一次的祭奠便是由他全程主持。到了晚上，宗敬将大雾叫到了一旁，希望他和妻女能尽快离开这里，因为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他很有可能会成为第2个狩猎警官。毕竟这里极度排斥外人，村民们被束缚在了这片土地之上，还会将他们独有的规矩强加在外来者身上。一旦对他们感到厌烦，便会承受整个村子的报复。并且他还告诉了大雾，在几百年前，贡花村的祭奠是以活人进行献祭。那时贡花村的土地并不适合耕种，村民们经常挨饿，于是便以献祭给神明的名义，杀掉出生的小孩来减少喂养的人数。听到这，大雾不禁感到好奇。就在这时，村民们又赶了过来，两人的交谈也就此结束。到了第2天，大雾收到了啃食男的短信，邀请他到某个酒店会面，并打算告诉他兽野警官去世的真相。为了摆脱村民的追踪，大雾借机上厕所，离开了晚宴，顺着窗户离开了。这可来到酒店后，给他开门的竟是一个陌生的男人。大雾刚准备离开，对方便直接开口，原来男人名叫宇多田，之前协助过兽野警官调查贡花村。来到屋内，大雾感到十分不适，毕竟这是他第1次和男人在酒店会面。宇多田则不以为然，他告诉了大雾自己是神秘学网站的负责人，通过世人习俗结识了啃食男，之后便认识了兽野警官。通过2人不断的调查，兽野警官逐渐发现，新生儿每年不足10个的贡花村，平均每年都会有一个死派。这个现象极度反常，并且在兽野失踪的前1个月，他们2人就失去了联络。大雾瞬间醒悟，那个卫星电话并不是宇多天，也不是啃食男，而是贡花村的告密城。兽野警官肯定找到了关键的线索，才遭到了村民的毒手。可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宇多田不慌不忙地去打开了门。大雾连忙上前查看，可不曾想来人竟是宇多田的小三。尴尬的他连忙离开了这里。与此同时，贡花村的晚宴现场，村长的女儿来到了真白的身边，将他紧紧地抱入怀中。待到大雾妻子发现后，他又开始不停地道歉。村长见状立马赶了过来，表示自己的女儿在3年前流产，所以才会对真白如此爱惜。可女人却不这样想，她极力地辩解自己的孩子十分健康，并不是流产致死，而是被贡花村的人给藏了起来。此话一出，村长慌得不行，准备将女儿带一阵拉扯间。大雾妻子看到了女人身上的伤痕，村长连忙辩驳，表示这是女儿之前的摔伤。可女人接下来的一句话，直接震惊了我们所有人。回到家后，妻子将这事告诉了大雾，大雾让他帮忙去接近女人，套取情报，自己则找到了神官宗敬。从宗敬口中，大雾得知了后藤绫的另一个身份，那便是村里的接生婆。而妻子这边也将自己以前的经历告诉了村长的女儿，想以此获得对方的信任。可一谈到孩子的事，女人便神色慌张，径直离开了此地。而另一边，后藤惠介来到了某个神秘的山洞，将一盘生肉放在石台上后，拿起了一旁的木桩，狠狠地敲了几下，像是在传达某种信号。紧接着，他来到了后藤家的祠堂，在后藤营的遗像前，其父亲宣布了一件大事：下个礼拜会见，便会接替自己成为家族的掌权人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就离开了这里。只见他来到那个神秘的山谷，消失许久的怪人也再次现身，抱着那堆生肉尽情地啃食了起来。村长这边刚回到家后，就发现女儿不见了踪影。来到门口，看见打开的大门，他瞬间察觉了不对，立马拨通了某人的电话。而此时警察局门口，大雾和村长女儿成功会面。从他的口中可以得知，在他生小孩时，后藤英正是村里的接生婆，对方谎称小孩没了呼吸，切记抱走。他临走时还露出了诡异的微笑，那一幕加奈子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但很快大雾就收到了妻子的电话，他二话不说，立马赶了回去。原来左武带着一群村民包围了警察署，
想要逼迫他交出加奈谷。面对佐武先生的质问，大悟没有作声，地中海则顺势上前，一把薅住了大悟的头发。可大悟也不是吃醋了，直接掰断对方的手指，再跟上一个帅气的过肩摔，轻松化解了险情。此时的他也不再隐藏，说出了自己正在调查后藤家的事，并直言自己不会就此放弃，会让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随着佐武先生一声令下，村民们也识相的离开了这里。可一转头，地中海就和后藤家的人混在了一起。遭到羞辱的他建议直接杀掉大王。此话一出，惠介并没有回应，只是摸了摸自己刚擦亮的猎枪。第二天，他就找到了休息的大悟，邀请他一起上山打猎。可来到山上，惠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。毕竟为了自己的家族，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。但最后他还是没能狠下心来，朝着旁边的野鹿开了一枪。大悟还以为惠介没有击中目标，可来到跟前，只见一只幼鹿躺在了血泊之中。按照惠介的话来说，不管是什么动物，都是幼崽的肉特别美味，即使是人也同样适用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后藤家的人看在眼里。他回到村子后，立马向胡子男汇报了此事。想到惠介立马要成为下一任家主，胡子男也不想弄脏了他的双手，便将干掉大悟的火揽在了自己身上。而大悟这边则见到了之前的那位法人。他告诉了大悟，在狩野警官任职期间，曾带着后藤营来过一次医院。当时后藤营的病况并不乐观，几乎无法自主行走，并且他的四肢都在发抖，嘴里还不停地传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根据自己的推断，后藤营患上的是疯人病，而患上这种病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吃人肉。随后法医调出了贡花村所有人的病，发现在几十年前也有一个相同的案例。只不过那是一名年仅6岁的男孩。看着对方荒唐的病历，再推算了一下对方的年龄，大悟瞬间明白，这就是袭击自己的那位神秘怪人。回到家后，大悟拿出了那个熟悉的糖果，看着熟睡的女儿，他当即决定要带着妻女先离开这里。可还没走出贡花村，大悟便发现后方有辆车一直在跟着自己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上演了一出《速度与激情》。眼看对方就要追上，一辆小蓝车突然出现，将跟踪的车辆紧飞了出去。大悟则像个没事人一样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大悟就在停车场等来了那辆小蓝车，原来对方正是自己之前的同事。将妻女托付给他后，大悟便径直返回了贡花村。而此时的后藤家惠介带着弟弟杨介来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山洞，在这里竟被关押着3个小孩，有后年祭典用的，有明年祭典用的，当然也有今年的。惠介之前的工作便是照顾他们3人，但现在他即将成为新任家主，于是便将此重任交给了弟弟。他还特意嘱咐，祭奠前1天不能给小孩进行喂食，身体也必须清洗干净。说着，端出一盆米饭放在了小孩身前。回到家后，惠姐便开始准备继承家主之位，可没想到小景竟打来了电话。她告诉了惠姐自己怀上了她的孩子，一时间惠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随着胡子男的到来，惠介也挂断了电话。一路上，惠介的脑海中不断回想起后藤宁的话，在他眼中，人类这种东西只是一堆会动的肉，但后藤家却不一样，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类。最后，在众人的拥簇下，惠介正式成为了后藤家主。而大悟之变本想在村子里寻找线索，却被胡子男抓了个正着。两人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始了大战。但论武力，大悟根本不是其对手，3拳2脚便被放倒在地。胡子男揪住大悟的脖子，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和他暗中联系，可换来的却是大悟的口水攻击。胡子男再也忍不住，对着大悟就是一顿军体拳伺候。阿悟被胡子男击晕后，又被后藤家的人囚禁了起来。待到他再次睁开双眼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后藤家新一任家主后藤惠姐。大悟不断祈求惠吉，希望他能放过那些小孩，并提出了建议，他们可以将所有的罪行都推给死去的后藤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是众人参与了其中，只要说是被迫的，就能从轻量刑。后藤家的人听不下去，一脚将大悟踢倒在地。大悟则趁机捡起了地上的石块，开始切割手上的麻绳，但他的嘴一直没有停下，不断劝说众人，表示只要能救出小孩，以前的事自己可以既往不咎。眼看光头男拿起镰刀冲了过来，大悟也在这时割断了麻绳，直接打了对方一个出其不意。原来大悟根本不知道那些小孩的事，但他通过众人的反应，成功验证了自己的猜想。后藤家的人也不是吃醋，准备将大悟就地正法，可碍于家主惠介迟迟没有开口，众人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敲门声突然传来，来人正是惠介的父亲以及警察叔叔。大悟十分不解，为什么自己的长官会出现在这里？署长则表示是村长找到自己，让他来接走。私自闯入后藤家领地的大悟，面对署长的命令，大悟只好听从。放开光头男后，跟随署长离开了这里。一路上，大悟都对署长爱答不理，
毕竟他可是贡花村的一员。署长则告诉了大雾，不是他破坏了大雾的计划，反而是大雾破坏了自己的计划。来到警局，署长带他来到了一个密室，在这里有一个刑警调查小组，专门负责后藤家的案件。他们告诉了大雾，之前那根断掉的手指上有人类的头，以及狩野警官的尸体上也满是被人类啃食过的齿痕。由此，他们可以断定后藤家一定有吃人的习俗。大雾也分享了自己的情报，便是那位神秘的怪人。警员立马调出了后藤家的族谱，可并未发现失踪的男性，反而是有一位名叫后藤兰的女性，而她也正是惠纪的母亲。大雾立马得出了结论，救出啃食男的女人就是后藤兰，并且在和胡子男交手之际，他故意说出后藤家存在叛徒，正是想利用这种心理战找到他们囚禁小孩的地方。毕竟，如果胡子男相信了他的话，肯定会去确定孩子们的安危。果不其然，胡子男来到了山洞，二话不说，对着杨介就是一顿暴揍。为了确保家族的秘密不被泄露，他还将杨介关进了铁笼之中，换了个自己信任的人再次看押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大雾布置的眼线尽收眼底。得到了山洞的位置后，大雾立马就冲了出去。署长连忙叫住了他，表示这样行动太过于危险，这场营救行动需要从长计议。他建议等到在第二天清晨再去山洞，因为在那时贡花村的人都在参加祭奠，就算被发现也不会引起暴乱。并且由于后藤家的人配有猎枪，他们必须请求搜查组的支援，但要想搜查组出马，就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。为此，大雾再次拨通了啃食男的电话，想要让他出面指证后藤家的所作所为。可啃食男却表示，当初救出自己的母亲后，从来还活着，他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去毁掉母亲现在的生活，他会询问母亲的意见，要是母亲同意，他们母子会一起出席。挂断电话后，啃食男找到了母亲，希望他能向警察说出关于后藤家的一切。可后藤兰并不愿意，还让他不要再提起此事。啃食男还以为母亲是在保护后藤家的亲生儿子惠介，却没想到他们两人竟一直在受惠介的保护。原来多年以前，后藤兰为了锻炼惠介成为家主，从后藤兰那里夺过了他的抚养权。看见女儿心灰意冷的模样，后藤营不仅没有心疼，还直言要是不愿意，可以选择自我了结。到了祭祀这天，后藤家的人都戴上了面罩，互相喂食着鲜肉。随着那根权杖敲响，神秘怪人也从身后爬了出来。只见他先在后藤营身边溜达了一圈，随后对着石台上的小孩径直冲了过去。没一会，石台上就流下了鲜血。听到小孩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后藤兰再也忍不住，他抢过火把点燃了怪人的长发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后藤兰也趁机夺过了小孩，看着母亲惊慌的模样，他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很快，后藤兰就被族人团团围住，后藤兰也来到他的身边，准备一枪解决家族的叛徒，即使她是自己的女儿。危急时刻，年幼的惠介站了出来，以自己的性命为要挟，逼迫后藤营放走了自己的母亲。听完这个故事，啃食男也不再强求母亲，来到窗边，关闭了自己的卫星电话。与此同时，贡花村的小溪边，惠介和宗纪如约而至，两人从小便是挚友。现在惠介成为了后藤家主，宗纪成为了村里的神官，要是他们愿意，便可以立马结束这种荒唐的祭祀典礼。面对宗纪的劝说，惠介根本不为所动，即使对方举枪威胁，他也丝毫不害怕。毕竟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自己那亲爱的母亲。大雾这边由于迟迟没能联系上啃食男，便决定独自一人前往贡花村解救那些被关押的小孩。调查组的人见状也没有阻拦，因为要是大雾完成了任务，那便皆大欢喜；要是他遇到了袭击，那警方便有了出动的理由。此时的宫花村可谓是迎来了高潮。惠介来到了山洞，放出了被关押的杨继。身怀惠介孩子的小景也抵达了这里。村民们在佐武先生的带领下，拉动着祭奠用的巨大槽。加奈子无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被惠介拒绝后的宗敬也一脸愁容。后藤兰和啃食男若无其事地享用着晚餐，而躲起来的大雾、七米也等到了刑警队的人。可几人刚准备离开酒店，猥琐的眼镜男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大雾则顺利地来到了山洞，发现这里竟无人看守。来到深处，只见几个空落落的铁笼摆在这里，哪里还有什么小孩的身影？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，突然看到了地上遗留的头发。大雾仿佛想起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阵异响，最后的裁判大雾被惠介叫醒。此时他们正在举行着祭奠，惠介拿着一块生肉准备喂食给大雾，并告诉了他后藤家确实有吃人的习俗。